想象一下，现在是2030年的一个周二下午，你刚加完班，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一家熟悉的社区杂货店，你打算犒劳一下自己，挑选了一块纹理漂亮的顶级牛排，一瓶年份不错的红酒，还有几袋明天早起提神用的咖啡豆。你像往常一样走向收银台，习惯性的掏出手机准备刷脸付款，但这一次你听到的不是那声清脆悦耳的哔，而是一阵刺耳冰冷的蜂鸣声。紧接着你的手机屏幕上闪过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红色通知，交易被拒绝。你当时就懵了，这种尴尬感让你脚趾抠地。你心想，这怎么可能？你知道自己账户里绝对有钱，昨天发薪日的工资条还在邮箱里躺着呢。你赶紧点开银行应用，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余额$5000，分文不少。但诡异的是，在那个数字旁边多了一个极小的闪烁着的黄色感叹号。你皱着眉头点开它，跳出来的弹窗消息让你如坠冰窟。警告，您9月份的碳排放配额已耗尽，肉类产品消费权限已暂时锁定。你感到胃里一阵发凉，周围顾客的目光像针一样刺过来，你只能尴尬地把那块牛排放回原位，在一片死寂中尝试只结算那几袋咖啡。这一次支付竟然成功了，但当你长舒一口气准备离开时，手机弹出的另一条通知让你的愤怒直接冲到了天灵盖。你的储蓄账户余额竟然比上周少了$50，你明明1分钱都没动过那里。你颤抖着手指点开交易历史，发现了一项极其荒谬的扣费名目：负利率调整。因为当前经济低迷，美联储认为你存钱是在破坏复苏，所以他们要对你的存款每月征收1%的过期费。那一刻，一种令人生畏的清晰感击中了你。你账户里的数字根本不再是你的资产，它仅仅是一个代金券系统，一个电子许可证。你被允许花钱，但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去购买那些被上面允许购买的东西。听起来像科幻电影吗？别自欺欺人了，这正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也就是 CBDC 即将带来的可编程现实。而这一切的底层地基 FedNow 系统现在已经铺设完成。如果你觉得这只是银行升级，那你就是那个正在被温水煮的青蛙。要拆解这个巨大的陷阱，咱们必须先聊聊这个让无数人感到困惑的魔鬼细节 FedNow。 2023年7月，美联储正式推出了这项服务，铺天盖地的广告都在宣传它是一场支付革命，听起来确实很香，对吧？如果你曾经在周五下午急着转账给朋友交房租，结果钱从你卡里划走了，对方却要等到下周一甚至周二才能收到，你一定明白那种焦虑。为什么在发个视频都能秒传的时代，转个账却像骑驴送信一样慢？因为美国银行系统的底层管道实在太老了，那个叫 H 的自动清算中心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物，它就像一辆物理邮件卡车，每天只出发1-2次，效率低得感人。而 FedNow 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是一个24小时待命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哪怕你在大年初3凌晨3点汇款，对方也能在3.01秒收到。美联储摆出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告诉你，看，我们只是在修路，为了让你们更快拿到工资。说实话，从纯技术角度看，他们没撒谎， FedNow 的确是一条更快的轨道。但请注意，这就是最关键的偷梁换柱时刻。你一定要把 FedNow 想象成高铁轨道，而把 CBDC 数字美元想象成火车。没有轨道，火车跑不起来。在政府全面推行那种可以随意控制、随时没收的数字货币之前，他们首先需要完成2件事。第一，训练你的习惯，让你离不开这种即时结算的快感。第二，把全国所有的银行、商家、雇主全部接入这个由美联储直接掌控的中心化枢纽。一旦这个庞大的网络效应形成，每家银行都为了省钱、省事而依赖 FedNow， 那么下一步切换到 CBDC 就简单的像你的手机系统更新一样。这根本不是升级，这是个特洛伊木马，它带着便利这个礼物进入了你的生活，但木马的肚子里装满了全面监控和强制执行的代码。它在美联储和你的钱包之间建立了一条从未有过的直接通信线。下一节，咱们聊聊那个被拜登总统列为最高紧迫性的秘密武器，以及它如何彻底拆掉你财务隐私的最后一堵墙。很多人会杠，既然我现在银行 App 里的钱也是数字，那数字美元 CBDC 到底有什么区别？我用信用卡消费，银行和谷歌不也知道我买了什么吗？这种想法简直是把核弹当成了炮仗，性质完全不同。目前咱们拥有的是2级银行体系，你存在大通银行或富国银行里的钱是那家私营公司的债务。政府如果想看你的账单，虽然不难，但他们需要走法律程序，需要搜查令，甚至需要去法院申请传票，这中间存在法律摩擦，这层摩擦就是普通人财务隐私的最后防火墙。但一旦 CBDC 登场，这堵墙就瞬间灰飞烟灭了。CBDC 是美联储的直接负债，这意味着账本，也就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花了多少钱的那个终极名单，掌握在央行手里。这就创造了一个金融领域的全景监狱，
想象一个圆形的监狱，监视塔就在圆心，所有的牢房都暴露在监视者的眼皮底下，因为你时刻知道自己可能被盯着，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听话。美联储能精确到秒地看到你周二下午买了一瓶烈酒，或者你向某个不被他们喜欢的政治团体捐了50块。现在的现金是你对抗这种监控的唯一缓冲区，现金是点对点的，是匿名的。当你把一张20美元递给修车师傅或者隔壁邻居时，没有任何中间人，没有任何服务器会记录这笔互动，这是2个自由公民之间的私人协议，它关乎尊严。但 CBDC 彻底剥夺了这种选择。国际结算银行的总经理卡斯滕斯曾在一段视频里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我们不知道谁在使用100美元纸钞，但有了 CBDC， 我们将对规则和用途拥有绝对控制权，并拥有强制执行的技术。听清楚了吗？它的关键词不是效率，而是绝对控制和强制执行。他们不仅想看你的数据，更想通过这些数据为你建立画像。如果你本月的消费习惯不符合他们的所谓价值观，比如你买了一本关于反抗的书，或者你买了一些他们认为政治不正确的商品，他们就能立刻触发代码，把你从金融系统中切断。说白了，这就从监控阶段跨越到了奴役阶段。别眨眼，下一节我要给你演示那些藏在代码里的4个致命控制机制，每一个都能让你倾家荡产。数字货币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可编程的。几千年来，金币和银元都是中立的，它不关心你是谁，也不关心你买什么，它是价值的化身，是无生命的。但 CBDC 不同，它是活的代码，里面可以写入无数个如果。那么的逻辑，首先就是最狠的一招，设置货币有效期。这种事已经在某些地方测试过了。政府可以说，为了刺激消费，你这笔补贴必须在30天内花完，否则直接清零。这直接摧毁了货币作为储蓄工具的功能。你的积蓄会像放久了的水果一样腐烂，逼着你变成一个永不停歇的消费机器。机制之2是负利率的终极收割。以前经济不好，美联储想逼你花钱，但他们不敢把利率降到0以下太多，因为你会把现金取出来塞进床垫。但如果现金消失了，你被迫只能用数字美元，那美联储只需要在后台按一下回车键，你账户里辛苦攒下的钱每天都会自动缩水，你根本没有逃生出口，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被这种电子税收无声无息的吞噬。这哪里是钱？这分明是扣在你脖子上的金融项圈。机制之3是定向消费。想象一下，如果政府认为你这个月的碳足迹超标了，或者觉得你最近太胖了不健康，他们可以直接屏蔽你的资金流向。你拿钱去买汽油，对不起，商户代码匹配失败，交易被拒。你去超市想买瓶可乐，对不起，你的资金在甜品柜台无效，只能买蔬菜。这种对个人生活细节的微观管理，是历史上任何独裁者都未曾拥有过的权利。你的钱不再代表你的自由意志，而是代表了权力机构对你的恩赐。最后也是最黑暗的政治控制。我们在加拿大已经看过预演了，仅仅因为抗议，政府就能绕过法院冻结无数人的账户。有了 CBDC， 这种事儿会变得瞬间完成且毫无痕迹。如果你被系统标记为意见人士，你的数字钱包会立刻失效，你买不到面包，付不起房租，买不到逃离城市的车票，你将被彻底驱逐出人类文明的交换体系。这不再是阴谋论，这是已经在进行中的金融工程。下一节，咱们看看东边的邻居是如何把这套系统玩到极致的，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如果你想预见美国金融系统的未来，你只需要往东看，那边的数字人民币已经领先了好几年，并且已经深度整合到了社会信用体系中。在那套逻辑下，如果你乱穿马路、玩游戏时间太长，或者在网上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你的社会评分就会下降。这种下降不是虚拟的，它会直接导致你买不了高铁票，贷不了款。CBDC 就是这块拼图的最后一块，它闭合了整个控制逻辑的循环。这哪里是货币？这分明是一个数字监狱，一个让人甚至不敢产生反抗念头的完美笼子。讽刺的是，西方的央行行长们看这种模式时，眼神里流露出的不是恐惧，而是深深的羡慕。明尼阿波利斯联储的主席卡什卡里就直白地说过，他理解为什么要搞 CBDC， 因为如果你想监控每一笔交易或者实施负利率， Venmo 做不到，但 CBDC 可以。他们已经造好了枪，就摆在桌面上。波士顿联储和 MIT 合作的汉密尔顿项目已经完成了所有技术储备，现在的蓝图极其清晰，先用 FedNow 铺轨，再用各种刺激资金把你骗进数字钱包，最后通过通胀和安全的名义废掉现金。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我们还有退路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正站在技术的分岔路口，一侧是中心化的监控币 CBDC， 另一侧则是去中心化的中立货币比特币。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将决定未来50年人类的生存状态。比特币是所谓的推式货币，
当你持有私钥时，你是唯一能动这笔钱的人，没人能伸手进你的钱包把它拉走，没人能因为不喜欢你的观点而审查你的交易。它像重力一样公平，对圣人和罪人一视同仁。这就是为什么建制派疯狂攻击它的原因，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它。所以在现金战争全面爆发的今天，你必须开始建立自己的退出策略。首先，保持资产的多样化，千万别把命根子全放在银行系统里。其次，拥有一部分实物黄金或白银，这种持票人资产不需要电力和互联网就能证明价值。第三，学习如何使用比特币并进行自我托管，掌握那串私钥就是掌握你的主权。最后，只要还能用现金，就尽量去用现金。每一次你刷卡，都是在给未来的数字枷锁投赞成票。下一期我会告诉你如何把今天讲的这3个金融漏洞变成你钱包的3道死锁。